陸是立刻做出了批評，很酸美國是夠狠、夠蠢也夠損。原本呢，伊朗對這個海峽只是說是有條件的開放，友好國家跟付費船只可以通行。美國現在变成是全面封鎖。日本、韓國當然作為小貓咪，可能美國不讓他們動，他們就不動了。可是中國大陸真的可以嗎？你知道古巴、美國封鎖，其實都說不能去，不能去。可是我們看今年3月的時候，俄羅斯就送了这個真的是3萬噸的油料就過去。然後中國大陸從今年3月當中給了什麼呢？包括給了糧食、大稻米，也給了8000萬的援助，還給了5000套的太陽能設備。所以你說真的封鎖嗎？現在戰事其實看起來是平緩，但是其實可以說是一觸即發的。美軍在這個時候針對荷姆茲海峽最新祭出了是15艘的軍艦，封鎖住荷姆茲海峽，並且他說呢，喊隨時會擊沉。現在可以看到整體的氣氛是在升溫而且對峙的。伊朗的部分則是現在準備好了，包括它的快艇攻、群攻、無人機蜂群跟它的飛彈飽和，隨時可能會發動總攻擊，把這一片海域變成火線戰場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天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做聚焦。首先看到的是美軍的15艘軍艦已經正式的壓境在荷姆茲海峽了。川普這一做是想要戰略封鎖，還是把全球能源會不會推進另外一場戰爭？美國真的如學者說的，接下來會展開所謂的登船檢查嗎？甚至做這個攔截這些船、扣押商船。如果這麼做的話，是否踩破了國際的紅線呢？另外，美國真的有能力可以持續封鎖住荷姆茲海峽嗎？這個我們會持續的關心。當然了，伊朗方面也不是吃素的，他可能祭出的3大王牌武器，剛剛我們特別提到了，會不會把油輪變成移動的靶場呢？這個是第2個問題。最後，今天也会來關心到的是，伊朗其實也放話了，美國你如果封鎖荷姆茲海峽的話呢，我也會這個封鎖住荷姆茲海峽。那美國如果你讓港口不安全的話，那麼我就讓整個波灣不安全，對波灣地區發動攻擊。今天會持續來看。另外就是伊朗說的，他要封鎖住曼德海峽，全球能源系統會不會崩盤？今天都會一起來做一個完整的解答。好，趕快來看到的是美伊戰事正式的踩入到紅線了，就是因為川普正式的宣布，在13日晚間的10點開始，也就是台灣時間昨天晚上的10點開始，正式對荷姆茲實施全面性的封鎖，並且派了15艘的軍艦已經集合到周邊，並且下達了戰時規則的命令。任何的船只都進出這個伊朗的港口，都會一律的把它攔截下來，並且如果你要突破封鎖線的話，那麼我就會把你擊沉。最後他強調了，這些動作會是非常迅速而且非常殘酷的。但是學者點出了說，美軍今天如果要封鎖荷姆茲海峽，會有幾大問題，美軍得特別來面對。今天我們來一一解析，共有哪一些問題？首先，第一個，美軍要打誰的船，又要怎麼打呢？美方有沒有可能進行剛剛說的登船檢查？那麼如果真的登船的話，是不是不排除接下來會做扣押、破壞、擊沉商船的這些動作？是否觸犯了國際法呢？那麼如果這些船只是來自於美國的盟友，不管是中國大陸這個從中東運送到中國大陸的油輪，或者是去南韓的這些油輪，美國也會來把它攔下來嗎？那美國真的敢動手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美國要封住荷姆茲海峽，真的有這麼的容易嗎？因為呢，剛剛說了嘛，美軍目前只有15艘的軍艦。但是呢，我們要知道，荷姆茲海峽在過去正常時間的時候，其實是有上百艘的船是會在這邊通行的。那在後期，其實這個船只才慢慢的下降到每日數十艘的油輪，可以說是全球最繁忙的一個地方了。最後是到底美國跟伊朗誰會撐不住？因為如果美國它的船艦集中在這個地方，伊朗也有可能祭出它的快艇、跟無人機、跟飛彈飽和做攻擊呀。那麼美軍跟這個伊朗真的打起來的話，誰會先撐不住呢？再來就是伊朗也暗示了，接下來他另外一個要封鎖的目標就是在紅海的曼德海峽了。伊朗方面也痛斥美方的舉動是非法的海盜行為，如果持續的封鎖的話，他就會去攻擊包括了這一些波灣的國家哦。那麼我們也看到了，包括這些波灣國家，他也特別提到了，像是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卡達等等的港口都在伊朗的射程
範圍之內。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15艘的軍艦，川普就想要封住荷姆茲海峽，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嗎？會不會也一不小心也把盟友拖下水？美國另外一方面會不會真的登船檢查有沒有違反國際法？大使怎麼看？當然，這個整個封鎖都是違法的，包括伊朗的封鎖也是違法的，美國封鎖也是違法的。他所有的這個從自始就違法，那更不要說登船啊、檢查都違法，他們有權利這樣做。因為國際海洋公約基本上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則，就是公海自由，沒有人任何可以，尤其這種沿岸國家不能這樣。其實這個叫國家海盜行為，這個海盜行為在國際海洋公約從17世紀開始就是嚴格禁止的，對，而且它嚴格禁止沿岸國家對於航行自由的這個限制。所以你知道這個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當時定這個海洋法的是一個叫這個荷蘭的一個國際法天才叫Clausius，他是國際法的這個奠基人嘛。因為他那個時候最大的海權國家是荷蘭，所以呢，他要把海洋的自由推到極致，不要讓沿岸国家來控制它。所以你知道我們的領海最開始只有3海里，3海里，船可以開到你家門口3海里，最後變成6海里，最後現在12海里，基本上就是公海自由、航行自由。那所以美國的跟伊朗這個都是違法的。那美國為什麼可以做得到？不是那麼累，因為事實上照國際這個海事組織這種還有海事公約的話，所有這些合法的商船啊，在這個海上行為，它都有登錄的，它都會提供資料給國際組織。我這一艘船是什麼時候要從哪裡要去哪裡？我大概裡面裝什麼？所以這個才會造成像也門這個胡塞組織，它都可以有效控制紅海，它的飛彈都不會亂打。對，它飛彈不會亂打的，它一打就打你這些。他上次打一個英國的船，他說，因為你這個英國船你要行往，你的下一站是要往以色列的港口，所以我打你。對，要不然就是說他可以知道你的貨物裡面有一些問題，它產生化學品啊，這是什麼東西？所以事實上的話，技術上不難，而且美軍這樣子的一個怎麼講呢？就跟法律不是每天要警察在那邊看着你的行為的，法律一頒布以後，大家心裡面就怕。規則一頒布就看，你被他打一個，你就知道全部大家都不敢違反，尤其那些準備闖關的。這一些船，他自己就自己要小心了。所以技術上是可能15艘，雖然美國不是在荷姆斯海峽進行封鎖，美國是在阿曼灣，甚至在正外面的阿拉伯灣，那15艘夠了。因為這個東西很多是你的電子偵測跟電子打擊能力，你的遠程打擊能力，你不需要人程一路，所以美國是有這個能力啦，別人也會遵守。可是你要清楚，川普下達的命令是什麼？川普下達的命令是怎麼樣？他說我封鎖進出伊朗港口的所有船只，他沒有說他封鎖荷姆茲海峽，他只是封鎖你進出伊朗港口的所有船只。那也就是說，從荷姆茲海峽開來，假如不是從伊朗港口出來的話，是從海灣國家出來的話，那個 OK。那個 OK， 你要進去，你是進海灣國家，所以海灣國家說你這樣子把我的生計也給我本來跟伊朗還可以付點錢就過路了，你現在把我都弄了。那美國說我沒有針對你啊，我是針對伊朗進出伊朗。可是所以伊朗很厲害啊，伊朗立刻就是說全面封鎖荷姆茲海峽，因為美國會說這個東西玩下去，伊朗的油還天天往外運啊，對不對？伊朗的油天天從荷姆斯海峽往外運，而且造成他在外交上的一個有利的一個什麼槓桿的點，大家都去找伊朗談條件，那伊朗就可以提出來相對的條件，他就想說你們這些歐洲國家不支持我，是不是被伊朗收買了？伊朗說給你2條船過荷姆斯海峽，可是呢你不要把你的領空開放，你關閉你的領空，那這歐洲國家說好，我就這樣照做。那川普對不对？他現在吃那麼大虧，他認為都是從荷姆斯海峽來的，所以他現在這樣做，可是實質上造成荷姆斯海峽全面中斷，因為伊朗這樣說，那我不玩了，我就全部封鎖。
那所以現在就卡在這個地方了。那如果再不解決的話，那就是先來全球能源危機，接下來就是經濟危機，那這個問題就大了。看川普怎麼看了。好，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場危機，現在看起來不僅僅是影響在波灣啊，還有美伊兩國而已。接下來可能引爆的是全球跟這個全球一起陪葬的經濟跟石油上面的危機。那美國祭出這樣子的一個封鎖，接下來伊朗總會有反制吧？剛剛提了幾種的武器，接下來伊朗可能會做哪一些舉動？現在被說美伊兩國都很瘋狂，那隨時這個在比誰比較瘋。那誰會先動手？戰爭再爆發的幾率有多高？幹哥怎麼看？好，我完全同意大使剛剛說的。你要曉得，每一個國家的領海，它現在最多只有12海里，大概是多遠？就是大概差不多20公里，就是靠近你的那個沿海20公里，那叫做你的領海。但是經濟那個領海那就不一樣了。可是意義上的領海，國際法認定的只有20公里，出去就是公海了。那所以大家會想說，哎呦，你封鎖他也封鎖，你們伊朗跟美國是不是在海上要打起來？不是，我們必須要講那個，其實我們必須要用一個地圖來看。我們現在手邊沒有地圖，但我可以簡單的跟各位講，就是說，伊朗它針對的是荷姆茲海峽，這個海峽就像我們剛才講的，它最寬的地方大概只有20多公里而已。而美國不是要在這個地方封鎖，它要退到外面的波斯灣，接近阿曼灣，再過去就是阿拉伯海了。他要在那個，為什麼？因為美國的驅逐艦但是1萬多噸，他沒有辦法在荷姆茲海峽裡面轉過彎來對付你，所以他要在別的地方，他在外面的地方進行他們認定你們可能會資助誰？資助伊朗這個政權，而使他們得到了軍事上的利益，所以美國海軍可以視為軍事目標而加以摧毀，這是他們講的話。他們沿用了一個法，叫做國際法中的捕獲法，就是捕獲。捕獲是什麼意思呢？捕獲就是攔截、盤查、扣押，這個叫捕獲法。捕獲法其實在某些地方，它在這個就是在執行上，它是可以符合國際法的精神，只是說你動用捕獲法的這些國家必須要有正當的理由，不然到時候還是會上海牙的國際法庭去審的。那現在美國他的意思就是說，他的戰鬥群，我們現在看到15艘，我跟各位坦白講，那個15艘裡面只會出動2艘，為什麼你知道？因為就是一個戰鬥群，它屬於航空母艦戰鬥群裡面的驅逐艦支隊，派6艘出來到阿曼灣外海界護，由其中的2艘前進到荷姆茲海峽的外圍，也就是說，你從荷姆茲海峽裡面受到了這個伊朗的同意之後，你開出來之後，就面臨美國在海峽口等着你，就把你攔下來了。如果他認為說，你可能帶了什麼東西，你可能帶的石油全部都是要運到哪裡的？要運到中國啊、俄羅斯的這種油的話，我就扣下來了啊。然後有一些船，他可能會說，那我就關掉 ALS， 什麼叫船舶識別器？我把它關掉。然後，但是美國還是有 GPS 啊，所以這就是先拼先的，你知道嗎？鬥法之中的鬥法。所以我們會認為說，以專家的態度來看的話，接下來這個就是雙方互相鬥法，看誰會贏。可是你說，伊朗會不會真的出動？比如說，他們最號稱、他們最口碑的無人機飽和攻擊，或甚至技術伊斯坎德的飛彈攻擊，或者是無人艇的自殺攻擊，那個是到最後了，那是完全談不攏了，那就是保證毀滅了。我覺得要慢慢看這個態勢，因為從昨天晚上才開始，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很多那個匯報，但是慢慢會升溫。如果川普跟伊朗之間的談判有更多的進展的話，也許真正的封鎖不會發生，也許伊朗就不會採取過激的軍事行動，但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對，這個封鎖行動其實才剛開始而已，所以接下來還要持續的做關心。那麼剛剛也提到，如果美國真的去做這個所謂的封鎖行動的話，接下來如果是說自己的盟友像是日本啊、南韓這些船只經過的話，美國真的敢開火嗎？等一下也會特別請教尚志哥。那如伊朗說的，他真的也敢
攻擊波灣國家嗎？等一下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做關注。我們先來看到在这個美國針對於這個港口這邊。做了封鎖之後，中國大陸是立刻做出了批評，很酸美國是夠狠、夠蠢，也夠損。那他說什麼呢？牛彈琴是這樣講的：原本呢，伊朗對這個海峽只是說是有條件的開放，友好國家跟付費船隻可以通行，但是美國現在變成是全面封鎖，連已經繳費的船也要全部攔下來。看起來表面上是斷了伊朗的財路，但是實際上呢，是造成全球的油價飆漲跟經濟動盪。他認為美國這麼做叫做殺敵1000，自損800，兩個溺水的人互相拉扯，其實呢，誰都上不了岸。那批評的還有歐洲國家，英國首相施凱爾說，英國不支持美國封鎖荷姆茲海峽。西班牙則是痛批說呢，封鎖伊朗的港口毫無道理。首相也說，沉迷在零和遊戲這種博弈的國家應該要清醒了。日本輿論則是現在非常的反對美國跟以色列。尚志哥怎麼看？我想荷姆茲海峽一開始被伊朗控制的時候呢，大家是很不滿，也覺得很大的危機。可是終究後來慢慢好像可以談。可以通過有條件，那麼包括付錢哈，所以終究還是有個舒緩的可能。但是現在美國同時也一起封鎖了，這整件事情就變得大家就懸在那裡，卡在那裡，就沒有辦法輕易。其實就消息面來說，也沒有辦法輕易的就可以放鬆。這就是中國大陸批評的這個自損800的原因。事實上，在這些川普剛宣布不久，美國方面其實就有電視節目在評論當中，就有專家就直接在節目當中直接就問到說：好啊，你說你封鎖，但如果是中國的郵輪，而且旁邊伴隨着一艘中國的軍艦，那你膽敢嗎？其實當天其實這個就是在美國方面輿論裡頭就丟出來的話題，所以非常有意思哦。所以我覺得現在狀況就是，美國真的可以敢登船嗎？其實我們看中國大陸，你這個指標其實。不要說別人，就是中國大陸，因為都知道荷姆茲海峽這個地方運送出來的油主要是供應給亞洲地區，包括日本、韓國跟中國大陸，最主要是在這裡。所以日本、韓國當然作為小貓咪，可能美國不讓他們動，他們就不動了。可是中國大陸真的可以嗎？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可是自從中東戰爭是不止。2023年開始，中國大陸在波灣地區，包括亞丁灣跟阿曼灣，長期都至少有6艘的軍艦持續在那裡，4、5、6艘。像我們現在熟悉的，現在在那裡有許昌號、焦作號跟鴻號，都是動5級的飛彈驅逐艦哦。此刻現在不只是有這個萬噸級的飛彈驅逐艦，現在在那裡還有至少3艘的電子偵察艦。所以也就是中國大陸在那裡，其實不只是在看好戲，大家也在這個裡的部分持續在訓練。我們知道過去像淄博號啊，早年烏魯木齊號，都是從2023年這幾年輪流萬電的動5的驅逐艦到那裡波灣地區，一方面去做演習訓練。所以你說美國真的能封鎖嗎？我一直覺得怎麼來對標，就看古巴封鎖。我們知道古巴、美國封鎖，其實都說不能去，不能去。可是我們看今年3月的時候，俄羅斯就送了就是送了一個真的是3萬噸的油料就過去了。然後中國大陸從今年3月當中給了什麼呢？包括給了糧食大稻米，也給了8000萬的援助，還給了5000套的太陽能設備，因為他們缺電缺油嘛。所以你說真的封鎖嗎？大國俄羅斯給油，中國給那麼多援助，你說美國真的登船去搜索嗎？不太可能啦。所以現在這件事情倒不是打美國臉，而是真正的你要封鎖美國，你能實質封鎖小國可以，大國真的嗎？在中東局勢還有戰火的最新發展，我們看到美國總統呢，他終於是不演了，承認了，說了什麼呢？承認他想要奪取伊朗的石油啊。只不過伊朗這塊硬骨頭呢，比他當初想的還要更硬，所以不是那麼好啃下去。那導致現在戰爭進入到第2個月了。那川普也承認呢，他確實有一些錯估了伊朗的一些情勢哦。奈何啊，這個石油真的太香了，川普還是受不了，就是想要奪取伊朗的石油。所以呢，現在正在部署的就可能是我們之後會看到的這個派兵來出戰的地面戰，因為想要點名搶佔哈格島這一座承載了伊朗90%石油出口的一個經濟命門哦。那在今年2026年的年初，我們看到了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做法，就是直接深入到你的領地去綁架你的總統，然後接着控制國家的石油。那麼對伊朗也會要如法炮製嗎？我們來看一下，哈格島其實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好處理哦，因為它其實現在
大家都已經知道美軍對他虎視眈眈。那一直以來，美國都很擅長用這個所謂的政權斩首加上經濟控制的這樣的組合拳。那最近呢，美國就調來了這個海軍陸戰隊的遠征隊也好啦，還有包括了空降師等等，就是在醞釀一個奪島的石油戰。不過伊朗也不傻，他肯定會知道說你有這樣的想法，美國想要奪島，並且打通這個海峽通行。如果這條任督二脈真的被他打通的話，會被美國之後呢，膽子就變得更大了，因為反正我奪下了伊朗的石油，我可以用敵人賣油的錢繼續養我美軍現在龐大的一個軍需費。這個是不是現在川普心裡想着一個最棒的劇本？我們先請教大圈委員。對啊，對川普來講哦，他眼中會讓他閃閃發光的，不外乎是這兩樣東西嘛。第一個就是錢哦，所以想盡辦法從世界各國來扒皮哦，來壓榨，那麼希望收進更多的錢。然後第二個呢，他特別愛的哦，就是石油。你不覺得川普對石油有一種那种莫名的那種痴狂嗎？对，所以你听到川普在講的，他反對這個有全球暖化的概念，他主張就是要挖油。他曾經說過 drill， 就是要大家繼續挖更多的油出來哦。所以川普這個人對於石油有這種莫名的痴迷，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當然有他自己的盤算。所以外界其實當時看到的就是這一場的這個伊朗戰爭，川普真正要拿的是什麼？川普真正要拿的是石油。他從委內瑞拉那邊拿到了委內瑞拉的石油，接下來他如果再掌控了伊朗的石油，然後呢，他下一步如果再裂解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關係，切斷了這個中俄之間的這個石油的往來，那麼他就徹底的孤立了中國。對川普來講，他這盤大棋真正最後的目標是中國，只是他現在採取遠交近攻的政策，他在現階段沒有辦法打倒中國，所以他用了各種辦法讓中國大陸能夠放鬆戒心，然後他一刀一刀的切掉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外援哦。但是這樣的盤算是不是能夠做得到？我是高度的存疑啊。那麼因為大家現在都在講哈格島。這哈格島不是這麼容易拿下來的，就拿下哈格島就拿下伊朗的石油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當然不是啊，哈格島是一個主要的石油的出口的港口，沒錯，它不是在那個島上產了全伊朗的石油，這是完全是兩件事哦。你現在拿下了哈格島，頂多把那裡頭的儲油槽的油這個收刮殆盡，可是真正伊朗產石油的不在那個島上，還是在內陸裡。所以如果你不打地面戰爭，你不全面佔領伊朗，你怎麼可能拿下伊朗的石油呢？然後第二個，你現在要打哈格島這麼好打嗎？就原本川普在那邊這個興高采烈告訴大家說，這個美國的這個空軍的優勢哦，所以轟炸了哈格島。然後呢，他還在講哦，他說他沒有炸那個石油的設施，但是他把機場的跑道給炸斷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最蠢的事情哦。你看到那個美國的這些前 CIA 或者是美國前的這些軍事官員在網絡視頻上怎麼講？他說再笨也不用去炸那個跑道啊，因為伊朗已經沒有空軍了。你炸這個跑道只是接下來你的補給會有困難。如果你真的要拿下哈格島，你 C 這個17根本沒有辦法降落，你必須要用 C13洞比較短的跑道來降落了。那你更不要講說好，我現在派部隊進去，你派部隊從哪進呢？從赫姆茲海峽嗎？那你就當靶子被打。那你要繞過赫姆茲海峽從地面走，那你就要經過這個波斯灣國家哦。波斯灣這些國家敢不敢讓你的部隊經過他們？就是現在伊朗已經揚言了，就是如果一旦大家要魚死網破，波斯灣國家最恐怖的兩個重要的命脈，一個是它的石油生產設施，另外一個是它的海水淡化廠哦。那麼波斯灣國家如果真的要敢跟伊朗來魚死網破的話，那麼他們馬上就要受到嚴重的打擊了。對，那我們退一萬步講，好了，你真的佔領了哈格島，那又怎樣？你沒有荷姆茲海峽，你佔了哈格島，你能出得來嗎？你佔了哈格島，這個哈格島離伊朗的本土是非常近的，所以你佔了哈格島，你的這些部隊就像現在伊朗的這些指揮官講的嘛，我就要等着烈火把你吞噬掉，我就等着你當靶子進入哈格島來。所以我覺得這個川普當然有很多他天真浪漫的想法哦，但是如果真的要付諸實現哦，恐怕並沒有那麼簡單了。是。好，大圈委員剛剛幫我們分析了，確實哦，哈格島雖然上面是這個石油出口，有非常多掌握伊朗經濟命脈，但是剛剛的分析指出，美國拿下哈格島呢，後續還有非常多，不管是防守也好，打通海峽也好，真的還有很多的難關要做。那伊朗當然也知道這件事情，面對現在來者不善的美軍，攔止哈格島的這個意圖愈發的濃烈。
伊朗的武裝部隊也表示呢，波斯灣的鯊魚啊正在等待美軍啊。這句話聽起來非常的冷酷，但背後的軍事現實啊也是很殘酷。因為五角大廈很頭痛啊，不是說不能登陸啊，而是登陸之後你夺島之後你要怎麼活下來啊？因為你就成了靶子嘛。就像委員說的，哈格島的地形我們都知道非常的易攻，但是難守。那麼一旦美軍登島，招呼他的可能就是伊朗的岸基導彈、無人機群、小型快艇這樣火力的交織網。這也是為什麼不少的軍事的評論都認為呢，這場登島作戰的風險跟報酬比是非常非常低的。因為你石油的資源固然好，但是美國大兵的命也是很貴的啊。那這可能会成為一場美軍一旦投入就变成了一場絞肉機的戰役嗎？伊朗不怕你來，請軍勿問，歡迎你趕快來哦。這個行動的關鍵指標，我們有哪些指標可以看？艦長。我們先來看啊，第一個指標，也就是地理的部分啊。我們來看整個伊朗啊，那除了北邊這個美軍根本沒有辦法插手之外啊，我們看南邊其實也是如此。唯一可以登陸的，比較容易的，也就哈爾格島以及霍姆茲海峽這兩個部分。那對於哈爾格島呢，那其實它不是一帆風順，一直都是在伊朗手中，從來沒有出過事的。其實，在1982年到1986年的這個期間，兩伊戰爭的時候，伊朗就曾經將這個哈爾格島那個淪陷過，也就是伊拉克來佔領過這個地方。他來佔領過這個地方，但是呢，後來就誠如剛剛大邱委員以及主持人所講到的，其實這是一個易攻難守的一個地形，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張圖。那剛剛講到被攻擊的跑道就是在這一塊，然後它儲油的地方在這一塊，甚至我個人的研判，根本伊朗就開了一個空城計給美軍，然後你上來什麼都沒有。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你後續的部隊會源源不絕的上到哈爾格島的時候，然後彈道飛彈、無人機就來了。那個時候你跑都沒有地方跑。這個就是我們講到說，美國其實它還沒有從過去的這種1991年的這一種波灣戰爭的這種作戰形態，也就是精確打擊的形態，那個換到現在的這一種無人機或者是這一種彈道飛彈的這種攻擊方式。那至於說霍姆茲海峽的部分啊，霍姆茲海峽的部分，非常多的專家研判啊，其實他們沒有想要整個打下來，他只是要這麼一塊地方，就好像我們看到這個直布羅陀海峽一樣，由北端是由英國來掌握，他們也想美國也想做這件事情。但是有這麼簡單嗎？這個也就是我們之前看到中央司令部為什麼要去在轟炸這一塊的主要的部分，也就是其實他已經在幫美軍開路了，也就是所有的地下工事，他現在都認為他摧毀了。可是通常最糟糕的就是他以為他摧毀了，但是沒摧毀。是。那而且我們現在看到之前大家在講的，也就是有關於82的空降師，其實現在我們不知道他到底在哪裡，他有可能在沙烏地，也有可能在這一個伊拉克，但是他實際上已經到了。那美軍到底有沒有這個決心要大打一仗呢？其實有，為什麼？因為他的預備隊都來了，他的預備隊也就是全師號的這個2棲待命支隊。這個2棲待命支隊，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他的這個時間呢，是在3月中旬，他才從聖地亞哥出發。那也就是如果我們來算27天到30天左右的時間來看的話，他大概也就在4月中旬會到。但是我們這樣子看這個兵力啊，大家看前面有個迪利波里號，但是迪利波里號它帶着一艘，也就是新奧爾良號的這個2棲運輸艦。可是大家會覺得這樣很薄弱啊。那其實後來美國根本不告訴我們這件事情，也就是我們看到這一艘啊，就是他們的遠征機動基地艦這一艘船8萬噸。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一個，無論是迪利波里號或者是全師號，它也不過才4萬5千噸。它在3月23號已經穿越過這個新加坡海峽，進入馬六甲海峽了。那如果加上這一艘船來看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就已經是一個
完整的兩栖打擊的一個編隊了。那也就是說，這些兵力加一加哦，那其實美國還在做另外一種想象。如果我們來看，週六的這一個華爾街日報的話啊，他特別告訴我們，他們還想要再派17000名的美軍。那也就是說有很多人的研判就是這些其實都是佯攻，其實我只是嚇唬。那但是不是？為什麼？因為這些人，美國大兵一出動，吃喝拉撒都非常貴的。他們在1991年波灣戰爭的時候，最前端可以喝到冰的可口可樂。你想到那一個他們的後勤補給有多沉重？那這個也就是我們講到說，當他們的大軍都已經出動的時候，意思也就是勢在必行。川普已經動心起念了。是，好，剛刚艦長幫我們很完整的分析哦。現在看美軍的後勤跟他們的動作，確實哦，即便哈格島投入可能是一場絞肉機，但是川普總統或許認為這場事情已經勢在必行。我們節目也會持續為大家關注現在的最新狀況。那麼這一場戰爭現在已經不只是美以伊的對決了，你背後往後看，也是一場宗教聖戰乃至地緣政治的暗流湧動。為什麼？因為當伊朗的前最高領袖哈米尼逝世之後呢，他的兒子現在是子從父業，也接任最高領袖，就是這位穆吉塔巴。那穆吉塔巴他持續躲在幕後，沒有公開現身，但最近他的一封感謝信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寫給誰的？寫給伊拉克什葉派的大阿亞圖拉，叫做西斯尼塔。他感謝伊拉克人民呢，在對美國還有以色列戰爭中提供了支持，但是支持是什麼？具體的做法是什麼？都沒有講。但現在伊朗的最高領袖公開對伊拉克表達感謝，這就有點微妙，因為我們知道伊拉克在名義上是美國、是美軍的盟友啊，境內甚至還有美軍的基地啊。不過，當什葉派的大本營，也就是伊朗神權政府存亡之際，如果拋出這個信仰號召之下，伊拉克是否會成為伊朗某種程度的大後方補給呢？這個我們不知道。但是從這封信，還有2位這種什葉派高階人士的互通有無，裡面是不是有什麼貓膩？還是說穆吉塔巴此刻把伊拉克給端上台面，他在打什麼樣的一個政治的操作，跟用意為何？楊老師，我覺得有幾個因素了哈。第一個是宗教上，伊朗還是一個神權體制。對，那穆吉塔巴，他一方面是哈梅尼的兒子，另外一方面他是中级教士，也就是中等、中級的教士，他並不是應該在伊朗他的規定以及習慣上要成為大阿亞圖拉，也就是所謂的這個最高等的這個教士，你才能有機會被選為最高領袖。哈梅尼其實本來在做伊朗總統的時候，1990年的時候，當何梅尼過去的时候，哈梅尼也不是最高教士啊。是。那後來是經過一個就是升級之後呢，把他同時升為最高教士。那現在穆吉塔巴不太可能這個時候升了最高教士吧？他才56歲，剛上任，他的經歷也很清楚。所以呢，這個去把就是在伊拉克的這一位什葉派的最重要的最高教士，這個西斯塔尼哈，等於是感謝他，因為他等於是認可他、支持他。我覺得這個是在內部統治合法性上哈一個很重要的基礎。那這也顯示一個什麼問題呢？也就是說，他現在在內部的治理上，可能需要在神權跟宗教上哈，需要伊拉克這位最高領袖最高就是教士他的支持，但是也表示說，目前可能神權政府的穩定性其實沒有那麼的嚴重，沒有那麼的嚴重，只不過是人需要一些合法性而已。那代表說他的實際掌控，我覺得已經鞏固下來。第二個呢，當然整個伊拉克的人民裡面60%是什葉派。对，以前海珊統治的時候，海珊是少數的遜尼派。海珊用威脅，然後呢利誘，然後呢買通，的方式呢去掌控整個大多數60%以上是什葉派的伊拉克人民。他最常用的就是那個 Toyota 的那個 SUV， 就是送，因為整個伊拉克的地形是平的，跟伊朗不一樣，伊朗是高山高原，伊拉克都是平的，然後這個沙漠很多，所以那個 Toyota 的那個豐田的 SUV。哇，他就是看着後勤保養便宜啊，看着這個一些部落的那領袖，他就送，
那因此呢，這一招蠻有用的，但是後來被美國抓走了，美國打了伊拉克戰爭，所以現在的伊拉克政府雖然是美國某種程度的背後操控，但是政府本身呢，其實經常跟美國有唱反調，因為他都是什葉派人，因為他也是選舉產生哈。那我覺得第三個原因呢，就是也蠻關鍵的，在伊拉克跟伊朗中間有個庫德族，那庫德族在伊朗的西部這邊有900萬，在伊拉克這邊大概有1200萬，但是彼此之間還不太合，但是現在這個問題是，美國會不會透過庫德族對伊朗進行所謂的地面戰爭或代理戰爭？是。那這個時候呢，如果伊拉克境內的庫德族，伊拉克政府本身有所牽制的話，那這個對於在伊朗境內的900萬庫德族的這個行動就會有一些影響。好，到底是誰在操控戰爭呢？今天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美國現在他的反恐高官曝說，總統是被以色列給騙了，所以才會陷入這一場美伊之間的戰爭。那另外一方面，川普最近也出來喊話，他說呢，其實啊，前總統他支持我動武，結果呢，這一番話出來之後，前總統過去的4任都說，我們完全沒有跟川普通過任何的話。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川普被打臉嗎？再來，我們就會關心了，納坦雅胡被指拿人命來逼出這一場美伊戰爭，到底怎麼回事？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趕快來關心的是，美國跟以色列聯手打伊朗，現在進入到第18天了，戰爭持續的焦灼。這時候，美國這位很重要的高官突然出來放話哦，我們看到他說什麼？他是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他說他決定要辭職了。為什麼呢？我無法昧着良心支持對伊朗戰爭，這一場伊朗戰爭，美國並沒有構成，伊朗並沒有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的一個威脅，所以他不明白為什麼要去打這一場戰爭。他還接着說，他說美國政府啊根本是遭到以色列跟其他的游說團體蒙蔽跟欺騙，所以才去打這一場戰爭。他為什麼重要？我們也來看一下他的小檔案。卡特曾經出生在特種部隊綠扁帽，多次在前線作戰，而他的妻子其實他在過往他的伴侶身上有一個很令人難過的故事。他的妻子叫做香農，是美國的海軍士官長。當時2019年的時候，他是被派駐在敘利亞這邊，結果當時他在一間餐廳的時候，遭到當地的自殺炸彈客給不幸炸死了，享年只有35歲而已。好，這個曾經有過這樣子的一段故事，所以大家也特別在關注卡尼這個人說的這些話具有他的重量性。那針對於卡尼說他要辭職呢，川普立刻說了，他說啊，這是好事啊，因為呢，卡尼他在安全議題上其實一直都是非常非常軟弱的。敏感的時機，我們來看到《華盛頓郵報》卻在此時做了一個爆料。他說呢，有一份是來自於國務院的電報顯示，當時大家還記得嗎？在這一場戰爭爆發之前，伊朗的民眾曾經多次的走上街頭去示威，反政府示威。他說呢，以色列當時也公開催民眾去起義，但是另外一頭，以色列也悄悄的告訴美國的外交官說，如果伊朗的示威者他們上街的話，是會被屠殺的。換句話說，納坦雅胡明知道伊朗示威民眾會有生命的威脅，但仍然是鼓吹民眾上街頭。針對於這些爭議，包括了這個針對於納坦雅胡的情報，《華盛頓郵報》給的這個報道，還有肯尼辭職的這幾件事情，委員怎麼看？美國是否正在被操控，介入到這場戰爭當中呢？美國當然被以色列操控啊！美國長期以來，美國的政治人物就受到了以色列或者是这個以色列極端分子的這些游說團體的影響嘛，所以這一點都不意外哦。那麼就像剛才這個孝瑋哥說的嘛，就狗搖尾巴這種事情，其實過去已經發生過好多次了哦。就只要這個尾巴咬狗的事情，過去發生太多了，只要尾巴搖一搖，那個狗就跟着動了啊。那麼其實坦白講哦，就是在當時這個伊朗發動大規模示威群眾抗議的時候，其實就不難讓大家看到說 CIA 在跟摩薩德在裡頭所扮演的角色了。就是其實這是美國顛覆任何一個國家政權最標準的 SOP 啦。
就是第一步，他動員了他長期埋藏在這些國家的這些隱藏的細胞跟種子，然後呢開始發動全國的大示威或者是學生運動，然後開始推翻當前的政權哦，然後取得所謂的叫做 regime change， 就是政權替換，然後達到這個重新產生一個親美政權的目的。這個美國過去這幾十年來在全世界玩一樣的把戲啊。這個香港的這個雨傘花學運呢，背後也是 CIA 的影子，這是一模一樣的事啊。但是當在玩這個過程的時候，其實美國當然知道，不要說納坦雅胡了，我相信 CIA 或者是美國自己的相關人士也知道，這些人現在在伊朗他不是在別的地方，這些人上了街頭之後，肯定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但是他們仍然不斷的去鼓動哦，而且不要說納坦雅胡幹這件事，川普也在幹，川普不斷的在喊，說我們很快就會來了，我們會放心吧，上街頭吧，這個時候是推翻的好機會了。他們完全把伊朗的人命不當人命的，所以我說，其實納坦雅胡根本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惡魔，他早就該下18層地獄了。所以你說現在去批評納坦雅胡沒有意義，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美國怎麼會低級淪落到這種地步啊？你淪落到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哦，然後為以色列的這個知命侍從，所以他們現在有個新的名詞啊，叫做以色列至上主義啊。說美國現在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以色列至上主義，只要以色列要做的事情，他們都盡其一切的努力達成，因為他們背後的金主可能都是來自於這個有錢的這些猶太的這些金主。但是關鍵問題是什麼？關鍵問題是美國現在的民眾也不笨啊。當時川普所說要發動這場戰爭，說伊朗對我們有立即的危險，那這個危險到底是什麼？說伊朗馬上要生成這個核彈了，這個 IAEA 說這個大概還要10年到20年，那你10年跟20年之後你再打它不就好了嗎？第三，明明談判就已經要談到快談出個結果了，阿曼的這個負責談判的代表都說伊朗已經願意做出讓步了，結果你莫名其妙的就突襲別人了，這些東西都完全不具有正當性。但你更不要講說這場戰爭你沒有通過這個聯合國安理會了，當然，也許川普早就不把聯合國當件事了。你有沒有召會過你的盟邦？你也沒召會過你的盟邦。然後在這場戰爭當中，你美國的戰斧飛彈就把人家那個小學莫名其妙就給炸了，170幾個女同學就這樣陣亡了，就這樣犧牲了，你就違反了戰爭罪耶。所以你說他又違反了國際法，又違反了戰爭罪，美國人好歹也是有血有肉有心的吧？他們長期以來自視為他們代表世界正義的代表。可是在這場戰爭裡，他們完全看不到任何正義的立足點在那裡，所以你看到現在美國的民意的反戰的聲浪是非常高的，在還沒打之前就已經70%說反戰了，打了之後更嚴重。那你更不要講川普自己的決策圈了。我們剛才講到的說，這個國家這個反恐中心的主任肯特，還除此之外呢，你這個福斯電台的非常有名的主持人叫做 Tucker Carlson， 是最有名的右派的。這個非常知名的，而且影響力非常大的主持人，最近也跟川普扯破臉了。對於所有 MAGA 的支持者來說，川普錯估了一件事：這些人不是對川普的個人崇拜，而是這些人對川普當時所提出來的集中發展美國，讓美國再度偉大這樣的一個概念。他們是強烈的支持的，可是當他們今天看到川普背離了自己的理想的時候，你會發現，像這個 Tucker Carlson 也好，像我們看到的這個肯特也好，甚至你現在看到他的副總統 JD Vance 幾乎也沒有出現在川普身邊了。對，所以川普除了基層的民眾有了問題，他其實高層的決策圈也已經產生分裂了。但是還是回到我剛才講的，川普也許很想要走出這個泥淖，可是很可惜，在以色列跟伊朗都準備要打到底的情況之下，他現在大概很難抽出來了。對，好，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包括了除了有60%的美國民眾反對美國用武力持續的攻打伊朗之外，還包括了自己共和黨內部的 MAGA， 還有呢肯特都已經對於川普表達不支持了。那在這個最新的一個情況下，川普16號他又再次聲稱了，他說呢，有前總統是叫他要出手打伊朗的。但是我們看到最新消息，4位畫面上看到的這幾位總統都說，我們根本沒有跟川普有過談話呀。那這4位包括了拜登、奧巴馬、小布希、克林頓。都已經否認到底了，川普在說謊嗎？好，再來就是關心到了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大家知道這個川普不是說要其他的國家一起去護航嗎？他的好朋友們去護航，結果呢大家都拒絕。那最新是日韓，針對日韓他又痛批說，我們保護了你40年哦，結果你連這一點小忙也不幫我們嗎？這是來自於川普的說法。那日本呢？難道是扛不住來自於這個美國的壓力了嗎？高市早苗他現在也說呢，雖然說法律上面
面有不合法的問題，但是他要尋求看能不能合法的派兵來幫助美國。所以呢，如果可以行的話，他可能會派自衛隊來幫忙做像是掃雷、護航、情報收集的動作。幹哥怎麼看？先來看這4位總統都否認說有要川普出兵，怎麼看？如果這個事情是真的話，思敏，你覺得哪一個最有可能？拜登不可能嘛，對不对？拜登跟他根本就仇人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人就影射是柯林頓。可是我跟你講，沒有人比川普自己講的來的活靈活現。他說：“你知道嗎？這位前總統很支持我。我說句實在話，這位前總統也是我川普最喜歡的前總統。可是基於他的黨派，這樣大家就聽出來了啊，可能跟他不同黨啊。可是他不能夠，但是他私底下有講說他其實是支持我的，對，他也喜歡我，而且他跟我講一句，我真恨不得我在任的時候就對伊朗幹這種事情。所以你知道他講的，他變成一個故事，你聽起來是有邏輯性的，你知道，講的活靈活現。可是最重要的是說，沒有人能夠承認，也沒人能夠答應。然後他說：“你不相信是不是？我告訴你。”你知道嗎？這位前總統他身邊都有川普失心瘋症候群。講出這一句就代表什麼？講出就代表說他的故事是很可信的。可是你現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你的白宮周遭，你這沒有人敢承認這件事情，也沒有人去附和他的話。所以川普一向都是一個人的个人舞台，你知道，他是一個人的武林，他只要演的都讓你覺得很像。可是面對自己人背叛，你要怎麼辦呢？這個人叫肯特。肯特是誰？肯特他是國家就是說他是情報的這個反恐中心主任。這個人的血統沒有問題，完全沒有問題。11次派駐伊拉克，我跟你講，能夠去伊拉克3次，或者活着回來就不簡單了。當然，他前3次他就是一個兵其實他就是一個士官了。那慢慢逐步的擢升之後，他總共派駐伊拉克11次，他最後的任務幾乎是 CIA 的特殊任務了，所以他也在 CIA 幹過，所以他對 CIA 非常了解、非常理解，他是純粹的 MAGA 的支持者。可是肯特，這個肯特他到最後他能夠說，我不知道我們要送美國的下一代子弟上前線去白白送死的意義在哪裡？因為我是反恐情報中心主任，所以我可以告訴你，伊朗絕對不是美國安全的首要任務。所以他其實講了這些話以後，你就會覺得說，這個是最純粹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支持者。而且他在2022跟20242次競選參議員，雖然都失敗，可是川普都有幫他。那相信這個人一定是川普的心腹了嘛？但是他就是講了這些話之後，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打伊朗，我對於我的良心我不能說得過去，因此我辭職。”所以他講了這些話之後，他就是準備要辭職的。結果你知道，內布拉斯加那個支持川普最力的那個眾議員叫培根的，他說：“那走得好，你就是要在走之前講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話。”可是說一句實在話，像肯特這種，他雖然就嘴巴沒有講出不三不四的話，可是他們心裡就像委員講的，就是說他們其實要支持的是要讓美國這整個體系國家再強起來，而不是你川普的個人，你想要對誰用兵就用兵。所以你知道肯特他是一個面鏡子，照着讓大家都發現說，哦，原來你身邊的人都有這樣的人潛伏的，不要說潛伏啊，就說不滿已久。可見得川普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之中，跟這些幕僚有沒有很深的這些理解跟建立一樣的思考跟邏輯架構？那其實是沒有的，都出於他個人一時的這個情緒反應，或者是他自己的喜好。所以說我講句實在話，我對於肯特這樣講完全不覺得意外，只是說後面接替他的人就必須要完全聽命於他了。那到時候可能他的意志會更加的發揚。可是他真的能夠從伊拉克的這一場就伊朗的這場戰爭裡面，他能夠全身而退嗎？我覺得越走越深，而且4到6個禮拜要能結束，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看不出來，可能沒有辦法在幾個月之內就結束了。
好，現在看起來肯特哦，是連美國川普自己內部的高官都不挺他了。那川普的盟友呢，會不會在川普的施壓之下，繼續的力挺川普到底呢？我們就是看到的是日本了，高市早苗現在希望能夠突破法律的限制，能不能真的派出日本的這個自衛隊來去幫助美國護航呢？那為什麼高市早苗要這樣做？跟自己的政治前途有關係嗎？還是真的考慮到國際現實？孝瑋哥怎麼看？其實如果說當然，高市如果希望能夠派自衛隊的話，一定是希望借由這樣的程度，讓他跟美國之間的這個安全連結更深嘛。因為其實或許我們看這個時候高市如此做，似乎有這個釣魚沽名，或者說想要跟美國站隊之嫌。但是你也不能不否認，就是說從北韓，也就是朝鮮這個前幾天又對這個日本海、東海射了一堆飛彈。從日本的角度來說，他們其實非常怕這個。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日本在川普已經親口說了，因為其實川普之前都要求日本跟韓國派出軍艦來加入這個波灣護航任務能夠讓荷姆斯海峽能夠早日開通但日本跟這個韓國一直在問那個躊躇的問題，就是他們找不出法源依據嘛。因為其實依照現在的這個日本的這個自衛隊法，那日本他們的確雖然說已經能夠從有了這個集體自衛權，但這個集體自衛權也是必須要在這個日本周邊美國可能跟這個侵略日本的國家，或是跟美國在日本周邊進入戰鬥的時候，那這個時候集體自衛權解禁，他們能夠協助美國。但問題是現在已經七老八遠跑到波斯灣去了。那你說上一次那個什麼這個第二次波灣戰爭的时候，日本有沒有單獨派遣這個自衛隊到中東地區去幫美國？是有的，但因為當時的情況跟現在這個情況又不一樣，所以就變成說是他們必須要找出那個在法律上能夠支持日本派出自衛队的法源依據嘛。因為如果說今天那個像以日本他們上次派，他也并不是參與所謂的戰鬥任務，而是他是等於說應美國之邀，然後派遣日本的這個地面部隊，就陸上自衛隊到伊拉克境內去執行安保，就是和平維護的這樣一個任務。他不是說跳去那邊，然後直接要跟這個伊拉克民兵打仗，兵兵變法，不是他是擔任這種安保和平維護的這種工作。那你說現在的這樣的事情，如果說今天去，那日本的自衛隊有可能直接跟這個伊朗的這個部隊進入那個軍事衝突的情況下，那這個東西是不是日本現在的法律所允許的？所以這個就變成說是高市早苗必須要找出有法律依據的這個原因嘛。今天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實不管是民主或者是任何的這樣一個國家，他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定要法律依據，法律依據非常重要。所以对于高市來說，他要能夠找到足夠支持他派兵的法律依據，他才能派兵。否則的話，他如果萬一碰到國內那個國會中去質疑的聲音或甚至於彈劾他，他怎麼辦？對。